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在职场上，你是否遇到以下的烦恼呢？不懂得如何推销自己，写出的履历带不出你的个人价值，获得的面试机会不多，投递的履历总是石沉大海。今天我就要和你分享这本书，看穿雇佣潜规则，立即找到好工作，告诉你许多年薪百万的职场高手偷偷在用的求职秘诀。本书作者 Miss Molly 是前任外商公司的 HR， 专门分享外商面试、LinkedIn 求职技巧、中英文履历撰写以及国内外薪资观念。目前任职职场作家以及职涯讲师。有求职烦恼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他的脸书网页直来直往 Miss Molly 哦。在看完了今天的影片之后，你将学会如何展现并放大你的职场价值，超越许多平庸的竞争对手，在激烈的环境当中脱颖而出。首先，第一步，借力使力。大多数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倾向于到人力银行又或者是招聘网站去投简历。但除了这些方法以外，更加有效的是靠人脉关系来找工作。当时候教茉莉求职的老师就告诉他说，如果有亲朋好友在大公司上班的话，一定要厚脸皮的求他来帮你丢简历。这是因为第一，特别待遇，被内部人员推荐的简历都是会特别独立出来给人资主管的。有的公司甚至有员工推荐系统，可以让内部人员来丢简历，直接进入公司人才库。第二，喜欢亲近繁殖。通常靠介绍进来的人品质都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人会介绍一个能力差的人来砸了自己的招牌。第三，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你的公司目前有空缺，而且朋友又刚好符合条件的话，大家当然就会找自己昔日的战友来进入公司一起奋斗。综合以上3点，你要明白的就是找工作单打独斗，胜算真的是很低的。所以说，假设你今天要开始找工作，你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写简历，而是想想看有什么人脉可以帮助你走捷径。那如果你没有什么人脉，人缘不好，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自己的学长学姐，因为他们都是你最好的询问目标。很多学校的学长姐是非常愿意提拔自己人的，所以如果你还是一个大学生的话，千万不要当个只是会考试的宅男宅女，应该要多出来社交，参与活动，认识前辈和校友，并且也跟他们讨个联系方式，保持联络，说不定他们以后就会成为你的大贵人呢。那对于职场老鸟怎么办呢？作者的建议是可以直接跟人资打交道，因为你或多或少都已经积累了一些底气，有选择工作和谈薪资的本钱。跟人资打交道的好处就在于，一，他们会认识其他的同行，也当然会知道其他同行的公司有在招人。二，负责招募的人资其实很可能掌握了公司的用人大权，所以你可以直接向他们自我推荐。三，他们掌握了一般员工看不到的机密，比如某家公司的用人标准在哪里，面试有什么样的流程等等的。第二个部分，写出吸睛简历。求职期间，简历就像是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一样，如果看了觉得你不行，那根本就没有机会面试，更不用说是被录取了。而作者在这里也针对了如何写出吸睛简历，给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我这里把它总结成2大步骤。一，找出职能关键字。在写简历之前，可以先去看一看有兴趣的空缺，确认工作里面说明有什么样的职能关键字，并且确保这些关键字都会出现在你的简历上面。符合的越多的话，该公司的人资就越容易注意到你。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应征行销经理的话，那么在你的简历当中应该就会多出现广告成效、引流量、转化率、优化等等的字眼。因此在写简历之前你要依照自己所属的领域去探索职缺的工作说明，最好是搜索5到10家公司，你就能够找出许多的关键字。接着再把这些关键字整理并归纳在以下的职位说明书，并且记得保存好。举个例子来说，可能你想要应征行销的相关工作，那你搜索到的可能就是头衔，里面就包括了行销企划主管、产品行销主管、广告企划主管。那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就包括了网络行销创意执行、网站的 SEO 优化、关键字广告规划操作、市场调查分析、广告文案设计等等的。而经验的要求就包括了1年以上相关的专案执行经验，具备基本数据分析能力和技能，有效整合专案各个环节的工作分配。最后的学历要求可能就是大学或者是硕士。
这张职业说明书其实就像是一张清单一样，提醒你把收集好的资料用在写简历上面。关于写简历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成就证明，用你过往的工作经验和成就来带出你是可以胜任相关的职位的。你可以透过作者所提出的8大问题来精准的写出你的个人成就和卖点，让面试官能够注意到你的价值所在。1. 你曾经帮公司增加业绩或是提升产能吗？请列出百分比又或者是金额。2. 你曾经帮公司带进新的客户吗？是的话，你是如何做到的？ 3. 你曾经帮公司省下了多少钱？你是如何做到的？ 4. 你曾经帮公司设计或是导入新的系统吗？是的话，那结果如何？ 5. 你曾经在重要的专案当中做出了什么重大的贡献？当时低于预算多少？你的角色是什么？6. 你曾经建议公司提出新产品或是新的业务上线吗？你担任的角色是领导还是提供支持而已？7. 公司如何从你的绩效当中获得注意？8. 你曾经负责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吗？为何主管会多指派你负责新的工作职责？这边还有一点要大家注意的是，很多人的简历之所以不突出，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用数字来带出过往的绩效和成就。如果用回刚刚人资的例子的话，可以写上帮助雇主节省了多少的成本，离职比例控制率在多少。那如果是财务的话，可以写上帮公司减少了多少的损失。而行销和业务的话，则是提到你为公司增加了多少的营收，转化率提高了多少等等的。简单来说，你的简历就必须要提到这3件事情：如何赚钱、省钱和省时间，这才是雇主最看重的价值。所以如果你目前还在工作，当你在绩效考评的时候就要记得更新自己的战绩在履历上面，这是给你未来换工的时候做好准备。那假设如果你目前还拿不出什么成绩的话，也可以参加成长读书会，每周吸收一本好书，提升你职场必备的软实力。那么说完了写出吸睛简历的2大步骤之后，最后我们就来到了如何善用 LinkedIn 这一个平台，让你挖角加薪不是梦。孙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当你获得了面试机会之后，你可以在 LinkedIn 上搜索面试官的公司或是名字，轻松找到面试你的主管过去在哪里任职过，做过什么东西。这样一来，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制造更多的话题，而且更棒的是，你可以看看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好友，有的话也许也可以帮你牵线，建立起关系来，那么求职不就顺利多了吗？最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在 LinkedIn 上做自我推销呢？第一， LinkedIn 最好是用英文来写，因为可以带出你掌握书写英文的能力。第二，基本资料一定要完整，而且要尽量用你之前收集过的关键字，这样招募人员想要找到适合的人选的时候，你的排名结果就会排在最前面了。那如果你不会写 LinkedIn 的内文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参考和模仿强者的写法了。第三，主动出击，不要被动的等待别人去找你，若想要更积极的引人注意，可以经常发文，甚至是可以主动的寄信去询问职缺。最后，求职最好要有推荐人或者是推荐信，如果完全没有推荐人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新手。所以无论是老板、主管、客户、校友又或者是同学都好，一定要征求他们帮你写推荐，为你的工作表现和技能背书。你也可以主动的先帮朋友写推荐，再问一问人家愿不愿意帮你。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好，我们都要记得利他优先。LinkedIn 是一个很不错的求职管道，只要你有一个 LinkedIn 的账户，就能够帮助自己自我推销，连接业界的关键人脉。很多国内外的猎头公司又或者是人资都是会在这里找人挖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办一个哦。好了，以上就是看穿雇用潜规则的3个说书重点，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第一个，借力使力，比起只会投履历，更有效的做法是拓展人脉，拜托他们帮助你引荐。第二，写出吸睛简历，找出职能关键字，根据8大问题和用数据来突出你的个人价值。第三，善用 LinkedIn， 帮助你自我推销，连接业界关键人脉，被挖角加薪不是梦。总结来说，我认为《看穿雇用潜规则》这一本书收录了许多求职和提升个人职业品牌的干货技巧，是可以帮助你把自己的内涵和职场价值最大化的一本好书。但同样的，潮水过后就会知道水在裸泳，专注积累自己的职场价值和打磨自己的各种技能同等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停止提升自己，成为一个只会说但却没有成就证明的人。这里也欢迎你加入成长读书会，每周多读一本书，掌握职场必备的软实力，提升你的工作效能、沟通表达能力、创意力以及领导能力，这样你能够获得的成就就会越高，成为一个有实力、有思想的职场精英。谢谢大家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最近我也会做更多的短视频和直播，分享更多的干货技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哦。我们下一集再见。